Almost time. 这是2022年最让人意外的恐怖片，上映仅1天就斩获了1.7亿的超强票房，光是一个预告就吓坏了无数观众。据说本片连续2周稳坐北美票房冠军。友情提示：胆子小的老铁最好躲起来谨慎观看。故事从一家有名的精神病医院说起，女主柔丝是这里的心理医生，每天都要接触有精神障碍的患者。今天她碰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病人，对方名叫劳拉，现在还是一个在读的女大学生，因为目击了学校教授自杀的全过程，整个人出现了精神异常的症状。走进心理咨询的诊疗室，柔丝发现女孩正躲在墙角里瑟瑟发抖。此时的劳拉神色紧张，看起来十分的焦虑和惶恐。出于职业的专业修养，柔丝很快将女孩请到了座位上。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精神案例，但随着对话的深入，事情逐渐变得诡异起来。劳拉说，自从目睹教授自杀以后，身边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人，他们会对自己微笑，而那种笑更像是挂在脸上的面具。每当看到那样的笑容，总感觉自己就要死了一样。柔丝认为这是受激过度而产生的幻觉。劳拉听后暴跳如雷，说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柔丝问那些人现在是否在这里呢？这句话让劳拉身体一震。Hey, it's okay. It's just us. There's nobody else here. 柔丝下意识地扭头查看，显然什么都没有。此时的劳拉表情狰狞，身体也开始抽搐起来。柔丝见状赶紧呼叫救援。正是这个时候，整个诊室突然变得寂静无声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恐怖。劳拉笔直地站在墙边，面带微笑盯着前方，而她的手中还拿着一块碎片。在柔丝无比震惊的表情中，劳拉用碎片顺着脸颊滑了下去。如此刺激的画面让柔丝瘫软在地。整个过程，劳拉始终保持着微笑，望着突然发生的一切。柔丝竟莫名流下了眼泪。劳拉让她想起了自杀的母亲。纵使有丰富的医学经验，但柔丝还是被这件事吓到了。当天傍晚时分，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里，宠物小猫来到身边，紧张的情绪才得以舒展，冲了一个解乏的热水澡，然后倒了一杯红酒压压惊。就在这时，眼前出现了一个人，仔细看，这不正是劳拉吗？ Rose。幸亏未婚夫小黑及时赶到，这才让柔丝缓过心神。 My bad. Did I scare you? I didn't hear you come in. Shit. 第二天，来到医院的柔丝精神恍惚，她还在为昨天的事情心神不宁。姐姐来电邀请她，原来明天是她儿子的生日聚会。正在说话的功夫，柔丝发现楼下有个人正望着这里，仔细看竟然还是死去的劳拉。骚乱的情绪尚未缓解，诡异的事件再次发生。有个叫卡尔的病人坐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脸上露着僵硬的微笑。柔丝感觉奇怪，打了个响指。苏醒后的卡尔突然大喊大叫 Going to die! You're going to die! 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柔丝，她急忙喊来了救援。等到众人赶到屋内，卡尔却安静地躺在床上，似乎刚才的事根本就没发生。柔丝怀疑自己受到了劳拉的影响，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幻觉和幻听。医院也察觉到了她的工作状态，特批她休息1周后再来上班。走出医院的柔丝瑟瑟发抖，她不敢接触周围的一切，赶紧把自己藏起来才是万全之策。路过一家玩具店停了下来，她为明天的聚会挑选了一个生日礼物。当天夜晚，柔丝倒了一杯红酒缓解烦闷，突然家里的安全警报响了起来。壮着胆子四处查看，然而并没有异常。关掉令人心烦的警报器，柔丝又接到了安保公司的电话，客服询问她是不是一个人在家。柔丝回答是的，客服反问说你确定吗？这句话让她意识到了不对劲。客服继续说回头看看你的后面。柔丝手中的话筒不见了，显然这又是一次幻觉。再次拿起电话接听，这次才是真正的安保公司。很快，警察接到报案，赶到了现场，排查后没有发现可疑之处。小黑听到消息也赶了过来，口中不断安慰着未婚妻不要害怕。警察走后，柔丝拿出猫粮想找出猫咪聊以慰藉，可叫了好几声却不见任何踪影。窗外的黑夜深邃幽暗，似乎是他吞噬了消失的猫咪。深夜，柔丝梦见了自己的母亲，不堪的回忆让她惊醒。心情烦乱的他来到客厅，点开了和劳拉生前的谈话录音。这时有一段极小的音符有些奇怪，调整音量后再次聆听，突然真真切切听到一声嘶吼，再看却不见有任何人影。紧张的柔丝找到一把菜刀防身。这时卧室的小黑走了出来，他看到柔丝的架势吓了一跳。第三天，鉴于未婚妻的情况，小黑为他请来了一个心理医生。同行的问话在柔丝看来简直就是啪啪打脸。随后他打发走了这个女人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接下来的事让柔丝的噩梦正式上演，抱着礼物来到姐姐家里参加聚会，然后所有人都看着孩子分享惊喜。等到拆解柔丝的礼物时，孩子的表情却是大惊失色。
柔丝立刻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原来礼物竟然变成了猫咪尸体。骇人的一幕惊呆了所有人，但柔丝却觉得十分委屈，口中哭诉这不是她做的。大家被眼前的女人吓傻了，只能警惕地护着身边的孩子。正在这时，柔丝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，劳拉正坐在椅子上盯着自己。柔丝崩溃地向大家说明情况，但没有人相信她，因为劳拉根本就是个幻觉。就当柔丝在看劳拉时，劳拉突然站在了跟前。破碎的玻璃把柔丝伤得遍体鳞伤，这也将她的人生推向了崩溃边缘。随后，柔丝被送到医院进行了紧急包扎，墙上挂着一张痛苦程度分级表，然而代表没有痛苦的笑容却显得十分诡异。傍晚时分，小黑驱车将未婚妻接回了家里，此时的两人吵了一架。柔丝说看到的不是幻觉，而小黑觉得柔丝绝对是病了，而且还是遗传了其母亲的精神病。深夜，柔丝想到这一切都因劳拉而起，于是他在网上查起劳拉之前的那个教授。第4天，柔丝假扮记者找到了教授的家。经过女人的描述，教授在自杀前留下了很多幅画，据说画中的人曾多次来找他，这或许跟突然的自杀有关。当柔丝走出教授的家，整个人笼罩在了阴郁之中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教授也好，劳拉也罢，自己和他们一样，都在经历着迈向死亡的步伐。如果不找到解决的办法，自己很可能会像他们一样突然自杀。此时的柔丝百思不得其解，忽然她想到了身为警察的前男友。很快，杰克将柔丝迎进了家里，他对前女友一直念念不忘。面对柔丝的诉苦，杰克不仅相信了她的遭遇，还愿意提供各种帮助。随后，杰克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，很快查到了教授自杀前目击过的一桩命案。监控视频显示，教授在给车子加油时，突然有个男人走向了他，然后又转身去拿了一把剪刀。等到男人再次折返后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男人直接将大剪刀割向了脖子。杰克看得脊背发凉，这也印证了柔丝的猜测，自杀真的具有传染性。柔丝让杰克倒回去放大查看，男人在取剪刀时，脸上果然带着诡异的微笑。She's smiling. 两人继续研究，发现男人在自杀后传染给了教授，教授7天后又传染给了劳拉，最终又落到了柔丝的头上。也就是说，再过2天就到了柔丝的死期。既然搞清楚了事情缘由，柔丝也坦然了许多。怀着忐忑又焦虑的心情，柔丝回到了家。她将这一连串的自杀案打印出来，决定拿给未婚夫查看。可当她走进房间后，却发现未婚夫又叫来了心理医生。柔丝气愤小黑的不信任，当场和他吵了一架。随后柔丝来到姐姐家中，她想将自己的事情告诉亲人。可当姐姐听完妹妹的叙述后，不但没有安慰的话，反而将这一切归罪到了母亲身上。她坚信是家庭的精神病传染给了妹妹。柔丝听后非常气愤，因为当年母亲生病后，姐姐选择了离家出走，独自留下她支撑着飘摇的家。如今姐姐的冷言嘲讽，柔丝自然是愤恨到了极点。姐姐当场说以后不要再来打扰她，都说患难见真情，柔丝的这个真情可真是糟糕透了。刚刚回到车内，姐姐又径直走了过来。好，柔丝吓得心脏都快蹦了出来，惊恐的一幕让她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中。当天晚上，杰克打电话说他查到了重大线索，顺着教授的案件向前探索，竟然有20起同样的案子，其中有19个人自杀，有一个黑人幸存了下来。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，杰克带柔丝连夜去找幸存的黑人。在路上，柔丝对杰克表达了感谢。在自己被厄运缠上后，杰克是唯一愿意相信他的人。第5天早晨，两人赶到了关押黑人的监狱。随后，柔丝见到了幸存的黑人，他自称是名心理医生，目的是为了解决罪犯的困扰。黑人放下戒备，吐露心声，承认自己是被某种邪恶附身，这种力量一直在召唤他走向毁灭。可几天后，因为失手杀人才症状消失。Unless she kills someone, that's the only way you can get rid of it. 柔丝听后无比震惊，总不能为了这个去杀其他人吧？离开监狱后，杰克询问情况如何，但柔丝的心情跌入了谷底，他不愿再多说话。失落的柔丝回到家中，他要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回到楼上换了一套衣服，然后对着有同样遭遇的人研究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心理医生再次登门拜访，可两人谈话没多久，气氛就变得十分诡异。原来柔丝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对方说自己是心理医生。柔丝听后立刻慌了，那么眼前的人又是谁呢？ Almost time, Rose. What the fuck are you? 医生狰狞的脸慢慢靠近，直接逼得柔丝向后退缩。医生笔直的挺着身体，一步步的朝着柔丝走来。柔丝声嘶力竭向后移动，然后靠在墙上，再也无法动弹。第6天，柔丝恍恍惚惚来到了工作的医院，她拿出一把长刀，
并将其塞进了袖子里。刷卡进入医院，然后径直走向了患者区域。在路过卡尔的病房时，柔丝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进来。卡尔发现他后，眼神里充满了惊恐。柔丝示意他不要害怕，然后慢慢地靠近卡尔。然而越是这样，卡尔越是哆嗦的厉害。这时有医生听到动静赶了过来，柔丝见状抽出了藏在身上的刀。就当医生诧异时，他拿刀刺向了卡尔。奇怪的是，卡尔没有一丝痛苦，相反的却是开心不已。柔丝满脸疑惑地望向身后医生，医生竟硬生生地扯下了脸皮。惊悚的一幕让柔丝醒来，原来又他妈的是场幻觉，已经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。他只能无奈地发泄心中郁闷。这时刚才的医生走了过来，柔丝无力解释发生的一切，可医生继续叨叨个没完。等到再抬头时，柔丝不敢多留半刻，随即逃离了医院。刚才发生的一切，说明内心的恐惧正在被无限放大。柔丝想活下来，但她实在找不到解决的突破口。如果说这个自杀需要传染才能触发，那么倒有一个笨方法。柔丝急中生智想到了躲到乡下，可她真的能如愿吗？杰克打来电话询问情况，柔丝说自己正在去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只要周围没有人，这个诅咒或许就能消失。走过熟悉的家乡小路，他来到了阔别10几年的老家。这里破破烂烂，没有人气的房子早已物是人非。掏出口袋的钥匙，打开了尘封多年的门。房间里萧条阴暗，布满了灰白色的粉尘。推开母亲的房间，柔丝想起了小时候，那时候的母亲卧病在床，自己每天只能以泪洗面。当天夜里，柔丝点燃了一个油灯，然后提着它来到了卧室。这时死去的母亲竟然复活了，她知道眼前的都是幻觉，当即关上了房门。可母亲却抓住了门板，紧接着母亲的身体开始膨胀。纵使柔丝心有准备，但她还是吓得不知所措。仓皇退出房间后，母亲并未跟了出来。就当她松一口气时，母亲突然从背后现身，并将她一把甩飞数米。You can't escape your own mind, Rose. 此时的油灯燃了起来，柔丝看准时机，一边强力掰开对方的手，一边摸索到了燃烧的油灯。顷刻之间，油灯迅速点燃了整个身躯。等到柔丝逃到屋外，身后的房子俨然成了一片火海。这是一场与恶魔的战斗，也是一种与童年阴影的释怀。柔丝觉得一切都结束了，她战胜了心中的恐惧。随后，她开车离开了地方。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吗？当然，一切并非这么简单。回去后的柔丝找到了杰克，他先是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，然后恳请他重新考虑彼此，希望两人能够重归于好，成为情侣。杰克听后非常开心，当场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柔丝倍感欣慰，疲惫的心终于放松下来。正在这时，杰克说了一句话 I'll stay with you forever. 话音刚落，整个房间开始变得阴暗，直至只能看见杰克的脸庞。他僵硬地微笑着，死死地盯着柔丝，发出怪异的声音。原来这又是一场幻觉。杰克突然动身，柔丝吓得赶紧逃跑。可当他走出门外，外面却是长满荒草的黑夜。转身定睛查看，原来自己还在破败的老宅。一个声音传来，原来是真的杰克。柔丝不想连累他卷入其中，然后急忙跑回了房子。杰克担心柔丝的安危，焦急地在外敲打门板。此时的柔丝完全不知哪个是现实，哪个又是虚幻。正在这时，母亲高大的身影走了出来。这一刻，柔丝的心死了。只见母亲撕开了自己的嘴巴，里面竟然有数不尽的小嘴巴。骇人的一幕将柔丝彻底吓傻，惊恐地张着嘴跪倒在地。母亲的大手缓缓伸来，她扒开了柔丝的嘴巴，然后将身躯硬生生地塞了进去。绝望的声音传到杰克耳中，情急之下，他开始踹门硬闯。待到杰克冲进房间，柔丝正笔直地背对着他，而手上举着一个没油的空瓶子。杰克焦急地呼唤几声，柔丝这才慢慢转过身体。杰克呆住了，依旧是诡异的微笑。在杰克的注视下，柔丝划了一根火柴，然后将其放在了满是油光的脸前。杰克惊恐地望着眼前的一切，似乎被魔怔一般定在了原地。就这样，柔丝亲手点燃了自己，而他身上的魔咒也随之传给了无辜的杰克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